斯哇。好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菜菜。这一集我们请到之前有跟我一起合作《想再见你》第2季，然后拍摄阿唐学长。阿唐学长，大家好，我是饰演第2季《想再见你》第5集的阿唐学长，我是赖瑞。大家好，是这样。赖瑞要记得哦，不要乱叫哦。学长，我问你哦，什么关系？然后来这边拍的？当初是因为跟小强认识，然后小强就问我说：“赖瑞，你有没有兴趣拍戏这样子？”我就说：“好啊，有机会当然可以体验看看，试试看啊，就是当做一个人生体验这样子。”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提这样？他就突然赖给你了，是不是？你那个没有，当初是因为好像见面之后有见面聊天，然后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，有没有机会，我说好啊 ，OK，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讲这样子。你当时有觉得他是诈骗吗？不会，因为小强有认识，觉得他还 OK 啦，还可以，所以那时候就是抱着就是说有机会试试看，没有机会就没关系，就是随缘的态度这样。所以你那时候他有大概跟你讲说你要演的角色或什么之类的？没有当初是突然就收到小强的讯息，就说我们这边有戏剧需求，那你有没有兴趣？就稍微介绍这个角色，然后我就说好啊，那有机会可以去试镜看看。学长的话是属于会预设想说，我等一下会不会接到什么角色？你自己会想吗？会想很多的？不会，我不会，就是既然是择安之啊，到时候看到剧本怎么样，再看看也 OK。试镜的时候是有稍微介绍一下，然后有看一下我的外形跟日常生活的兴趣是做什么。所以那一天你有特别打扮吗？没有啊，就没有，就穿一般的衣服这样子。对，是外出服这样，然后就稍微聊天一下，然后拍个照片，然后好像也有给你们制作去看吧。对，然后后来通知说，那有兴趣欢迎来加入《想见你》第2季这样子。OK， 因为那天学长出来，我讲说，哇，这个也太练好壮了，哪里找？哪里找来的？确定不是灵眼吧？塞钱？不是。然后你第一次就是接到那个拿到剧本的时候，你当下因为没有演过戏，那其实剧本其实我看台词真的蛮多的。那你自己当下收到，你有觉得有压力，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想法要讲的？剧本第一上下最怕就是我要怎么去诠释直男这个角色，因为同学没有当过直男这个直男，对这个第一人称，就是对直男不知道怎么去诠释。对，所以有问一下周遭直男的意见，有没有给我建议？毕竟，很多直男也知道我的身份嘛，所以会给我一些小建议这样子。所以那时候你就把它看完，大家全部的自己有想说，那我大概要怎么演或怎么说嘛？自己有先想跑过一遍嘛？因为应该说有在脑内跑过一轮要怎么演，可是毕竟，身为同学的想法跟直男在面对的想法不一样。像比如我很直男，有时候会骂脏话，就是同学不骂脏话的嘛？同学不是骂，应该是说直接打。应该说，在跟角色或跟直男在一般面前就说，靠北干，会这种我被打了，所以，可是同学很少会有这种什么直男反应的。直男有些我之前那个健身房我们一起练，我那时候在苗栗，然后他们都会这个运动当什么时候来的？他就会很直接，就是直接问你。对。然后同学可能会这样看着你这样。对啊，就默默看你说，你怎么来了？就是很难去诠释这部分，就是功课要做比较久。同学都会说你心机很重心机超重。不这礼拜是不是有活动？然后来练身材。对，可是直男不会啊。那你真的看到剧本跟实际下去演的时候，你有发生什么有趣或者是难忘或者是很难克服的事情吗？下去演的时候，难克服的事情，因为你要融入直男的角色，然后你又要记住走位，记住台词。我觉得台词比较难，因为台词第一次接戏台词很多，那你要在面不改色的状况下去想下句台是什么，就是很难去衔接得上这部分。学长是第一次演，然后但是他第一次出其实就是出外景，那外景其实对。一般素人真的没有演过戏，会很难克服心理的障碍。包含说你看着镜头，你会说，有一个镜头拍着我，怎么办？对，有点僵硬，也不知道你讲话突然就会有点大舌头。应该会有大舌头吗？应该说我讲话本来速度比较快一点，所以速度比较快。第一次拍外景戏的时候，导演说，赖瑞，你的讲话速度再慢一点，讲清楚一点，不然后面大家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对，你讲太快，真的字幕精会死掉。为什么？他听不清楚，到底在跟我撒娇？对，也听，你怎么听？对，小朋友就跟我讲说，你讲太快的话，别人听不懂，反而靠字幕去解释会比较麻烦一点。真的。
那一天在拍的时候，真的没有哪一幕，或者是你会觉得说哇怎么办，我怎么没有做到，做不出来？因为我记得你那一幕就是一开始就是Jerry 其实晚上是跟你约你吃饭啊，那一天晚上这样的约会，但是对，事实上你是外送员，对嘛哈，就那时候你就是因为有人弃单，就讲你就过来吃饭，对。那难的是在晚上的时候，我跟 Jerry 就是在走那一段路的时候，那段路因为我们两方的台词非常多。那一段观众可能你就在讲说，那你在讲什么？又看不到脸，到底要不要脱啊？不是，自己讲自己乱讲。以新人来讲，其实那一段其实台词是真的妖兽多，那所以你们有改吗？应该有改，稍微小改台词。当下是我记得是没有改很多，可是就是变成可能没办法按照剧本的台词讲，可是就是会带入角色的情绪，会稍微讲一下，对，会互相 cover。所以那一天演完，这样整个演完之后，你后续如果再回想，你还记得吗？差不多吧，就是记得，就前面闲聊啊，然后后面就慢慢靠近小强啊，就说可以试试看啊，就吃了他豆腐一下嘛，然后大胆的就走要去自己店看看啊。所以你自己有给自己什么诀窍？为什么要记什么东西？你知道就跟驾训班一样，那个教练就说看到树你就打2圈，对，你会有那个就是说我要讲到那一个之后我要讲什么，有那个自己想的。应该是会列个大概吧，比如说就先闲聊啦，然后吃豆腐啦，再就是去他店，就大概分这3段。对，大概讲个什么就对一下就可以了。那其实最想知道是说，最后在收尾那一个，就是他们之后到那个自己的店里，然后快要发生的那一段情节，就是很香的那一段情节，然后到后面那一个整个这样拖到一半，那个是本来剧情就这样演，还是你们自己加的？剧本是说会脱裤子，那会脱裤子就脱下裤子，对，可是并没有说要脱到哪里，是我记得是当天的时候，就是导演就是好像是要求说，就是小强要蹲在我的髋骨的正前方，蹲着，然后是。那时候是剧本是说是往下拉的时候就暂停了，就是要拉的动作就暂停的。暂停就是下面全都贴那个肉色胶带，贴了10几层贴着。那就是可能就是要拖的时候就想到了。他已经讲说本来就到那里就是暂停。对，然后后来还是有要求，就是说看你们拖到一半。我懂。对。本来是只有大概1/3拖就停了，就好像有剧情也比较有张力的感觉，就是会有一种嗨坡的时候，因为在那里的剧情是到这里已经到嗨到后面，已经嗨到后面就是连智贤也出来嗨，不知道他嗨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就有人开始在骂说，为什么智贤这个时候要出来嘞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有听过。可能智贤有投广告，就是这里要跑出来。好，那你这样整个拍完之后，你后续有没有就你生活上或者是有没有会因为这样带来好处或坏处？有没有被人家骚扰过？没有。对，就可能平常就比较低调吧，其实没有遇到什么骚扰，连路上都没有。对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讲一下，我那个想再见，因为想再见你创了一个蔡之前那个的账号，很多人打那个电话来骚扰。我讲真的，我没上线没有让他们看得看得会很嗨。你应该会被骚扰到很夸张吧？不会，因为之前那个就是会打电话，然后再来就是传一些宝贝照过来。那我真的没有收到，就是学长保护的比较好。可他也不要传啊，我没有，因为就是放在。做梦你可以去梦到就好，有些是私人的，那就不方便讲。然后他自己有公开的账号是专门在报道什么的。我上次有听你讲，就是放你的兴趣嘛。对，我就是主要是练健力嘛。健力不是健美有时候会去练柔道，然后有时候可能听起来会去起个重机这样子，在放在上面的。这个就是直男会的兴趣啊。会吗？讲着讲着都流口水，没有。我是讲真的，这个就是直男会的啊。重机我之前看他新闻真的很瞎，有那个。伪娘就穿那个超底的底裤，说啊没啊，然后吹他口罩，那人家说我找不回了。我看他新闻，然后人家后面因为太长多伪娘，后来人家发现说穿的很辣就都是男生。其实不一定其实你有看过？之前有拍追焦，我自己有拍追焦，然后后来有很多正妹会穿，正妹就是会穿很辣，然后穿皮的，再穿，然后防摔衣穿皮衣的时候会故意露他的车头灯。穿皮衣主要是帅还是保护？我觉得皮衣最主要是保护啦，就是你在有意外的时候，它皮衣里面有放护肘或护背、护肩都有。穿脱其实都不方便，对不对？非常不方便。那我问一下学长，那平常你骑重机要怎么保护自己不受伤？
我平常的话就是会穿工作靴，然后会穿防摔衣，然后全罩是安全帽，还是要穿。对，还是要穿。你看学长那么壮都要穿防摔衣，你们这些那么猴子瘦的还是要穿一下，对不对？自己保护自己啊。常在跑的话，应该自己也会有车友吧？自己认识的，说要不要去跑一下？还是你都自己跑？我自己跑，因为我爱人，我自己跑比较轻松一点。酷。因为你多人去跑，你有压力。可是你跑着跑着，偶尔会遇到同好会跟你一起跑吗？不会，也不会，不会，就自己骑比较轻松。就是我跑路线本来就比较冷门一点。哦，你跑的路线就比较冷门。对，因为比较轻松自在啦。这是重机的部分，然后再聊一下说，你比如说健力，对，那你玩多久了？健力的话是去年春天开始，应该快2年了。所以之前是单纯健身，之前就是对，就是健力就有在比赛的。对，在比赛，在比赛。就是平常的训练，然后上教练，然后慢慢把自己的成绩往上堆。对，所以你上教练课是那个上食堂教练课，然后说你要不要放松一下？不是，上1个小时大概有90分钟都在按摩，没有，然后拿筋膜枪当，没有，就是纯粹的健力课。那健力教练是世界硬举金牌。请他来带。教练很厉害呢，所以教练是得牌的，不是乱。对，他是真的得牌的。对，有的是打工仔，不是我讲的哦，是真的。有的一看久就知道，那个身材就没身材。我想说，教练真的还是要加油。还是你讲的是真是实力派的教练。对，因为前面上完课的时候就是稳定之后，他开始教你的姿势跟动作。所以学长，你让身材很壮，你自己有在做饮控吗？饮食控制？没有在做饮控。那比赛时期应该有吧？比赛时期的话，应该因为我偏业余，所以我没有像职业选手这么的精雕细琢。我就是比赛前的过磅量级不要超过那量级就好了。你们健力是不是也会穿那个健力服？比赛服对，比赛健力服。我那一天看到学长的有一个，我追到 IG 我看到一套。那一套也太厉害了吧！是全套是粉红色的，对。但是你自己买的还是买的。所以你对于男生比较 man 的男生，然后可以穿粉红色，比方我今天也穿粉红鞋，不会定义说粉红色一定是男生或女生穿。不会啊，不会。别人穿什么是他的自由啊，我觉得。看完都想要变身一下，我也想要穿粉红色，因为那粉红色应该里面没有人穿，就是你唯一有穿，还是别人？哦，对我那一场比赛唯一。穿粉红色是我了，那其他量起来是你是不是怕被人家撞衫？大家都穿一样，都黑色还是黑色？没有啊，就是成绩不如人，至少要穿的亮一点嘛。不是，因为你那个穿出来，我就觉得，马上在场的所有焦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懂。你不觉得那个看好像很厉害嘞？我看了学长很多 IG， 然后我就看那些，我这样刷过去，就那一套衣服就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。为之一亮。然后再来讲一下我们的柔道的话，你是大概练多久啦？柔道是疫情前，哇！我现在5、6年了。我想一下哦，都需要练个3、4年吧。可就是练开心的，练好玩。那什么因缘际会下，怎么会想要练柔道啊？因为之前就是自己重训嘛，想说重训也差不多，已经习惯这个模式，想说尝尝看不同的运动项目，然后后来就选柔道这样子。因为柔道的话，你知道有一些动作，包含说护身导法，你的筋骨应该稍微要比较软，不能太硬。因为我知道重训有时候玩久，你的会比较偏硬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会有些动作会有受限，对，会比较辛苦一点。柔道的部分有去比赛吗？有，可就是国内的小比赛啦，就是青年杯或者是全柔级，就国内比赛这样。今天有 cos 过啊，我觉得男生的梦想，男生会觉得穿那个柔道服很帅。一提就是。如果我们有拍第3季的话，学长会有愿意再继续拍吗？可以啊，一样啊，就是开放的心态，有需要可以跟我讲。学长的 IG 基本上我会放上去啊，因为我这个小短片我就会放 IG，就可以标学长的 IG，可以 ，IG 可以，因为他那个脸书就私人就不提供了。那 IG 的话是公开的，因为我 IG 我也是公开的。谢谢这学长。接受我们的闲聊，算闲聊啦。我们这边有到很专业，都认识这么熟了。当学长的话，你就自己在 follow 他的 IG。你平常真的也没什么时间呢，我看就是要健力，然后如果你要柔道，然后又要偶尔要骑下车，其实真的没什么时间。就是上班、下班，然后运动，然后上课，然后骑重机，还是骑脚踏车？刚刚对。好 OK 哦。他说是我们课程，他要领500块啊。好了，那我非常谢谢学长，谢谢菜菜，谢谢，拜拜。